抽中大冒险，要求和死对头十指相扣5分钟。我摸着身后控制不住冒出的尾巴，来不及解释，匆忙离席。他追出来，站在卫生间外，轻声问我：“宋玉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连碰我一下都让你觉得恶心，是不是？”一门之隔，我崩溃地看着镜子里长出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的自己，咬紧手背，含糊不清道：“不。”下一秒，他踹开门，态度冷硬：“那你为什么要躲我？”看清我的模样后，沈介喉结滚动，嗓音逐渐沙哑：“解释一下，高考前夕，沈介来我家补课，他批完一份数学卷，对着上面一个个红圈冷笑起来：蠢货，这么简单的导数题都不会做，下周别高考了，收拾收拾，找个机构准备复读吧。”我不甘示弱，从一堆卷子里抬起头回敬：“谁求着你给我补课了？不想交就滚，我还不乐意看到你呢。你以为我很愿意看到你吗？”沈介一挑眉：“宋玉，我告诉你，就你这不识好歹的破性子，要不是你有个好哥哥，我早把你揍成猪头了。谁怕你啊？少扯我哥，有本事就动手，看谁打得过谁。无聊。”沈介冷哼一声，又把一套卷子拍在我脸上，把这套也写了。嘶，好痛！卷子边角在我脸上割了一道小口子。沈介皱了下眉，俯身凑过来，一只手扣住我的下巴，另一只手拿着纸巾在我脸上轻轻擦了擦。他低头瞧我，眼中有几分戏谑：“怎么这么娇嫩，跟女孩子似的？要你管，还不是都怪你？”我任由他摆弄着，耳朵莫名发烫。他低头仔细检查了一番，确认没有其他伤口，才撤开手坐回去，手指蜷起来扣了扣桌面。“行了，继续写吧。等等，我要去卫生间。”话音刚落，我人便消失了。开玩笑，被沈介压着写了2天高考题，我都快写吐了。谁爱写谁写去。沈介一来就收走了我的手机和游戏机，但他绝对料不到我还在卫生间里藏了备用机，只要把卫生间的门反锁，待在里面打2把游戏。等我再出来，沈介早就被气走了。我美滋滋的想着，蹲在地上开了一把消消乐，玩着玩着，我感觉卫生间越来越热，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，一阵说不上来的心烦意乱。从刚才被沈介强硬的搬过去检查伤口开始，心底就生出一种莫名的躁动。又一次通关失败，我丢下手机准备洗个脸降降温，站起来走到盥洗池前，目光不经意瞥过镜子里的人，我一下子愣住了。我脑袋上那2个尖尖的毛茸茸的东西是耳朵吗？操，出幻觉了！我不可置信的伸手摸了2下，然后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浮上一片粉红，触感好真实，摸上去痒痒的，竟然还会动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是正常现象，你别着急。电话那头，我哥冷静的声音传过来，他试图安抚我：“我们家族的男性成年以后就会显现这种特征，别怕。”我烦躁的搓搓脸，上个月确实刚过了18岁生日，那除了会长出耳朵和尾巴，还有没有其他奇怪的事情，比如身体很热、嗓子很干什么的？我哥沉默了几秒，一般来说，兽化特征通常会伴随发情期一起出现。你现在一个人在家里吗？不，我咬着牙挤出一个名字，还有沈介，很难受吗？我帮你和沈介说一声，让他给你买抑制剂。不要，我斩钉截铁的拒绝了这个提议，让沈介看到我这副样子，他指不定要怎么嘲笑呢。宋玉，你还要在里面磨蹭到什么时候？沈介的声音从门外转过来，给你1分钟时间出来。我赶紧挂了电话，一抬头看见镜子里双颊绯红、满头大汗的自己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面上，硬着头皮回他：“我一时半会出不去，你先走吧。10分钟。”我说了我不出去，体内那股焦躁的热感突然汹涌起来，我一下子没控制住情绪，失声吼出这句话。沈介敏锐的可怕，一下子察觉出不对劲：“宋玉，你怎么了？”我用力咬住手臂，一声不吭。沈介沉默了好一会，别闹脾气了，先出来好不好？我没回他，难受的整个人趴在地上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这个人为什么还不走？又过了几分钟，沈介似乎是有些生气了：“行，你不想看见我，我先走了。”大门被轻轻合上的声音传来，我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也终于落地，只是不知怎么，心里有些空落落的。我迷迷糊糊想着，在卫生间里晕了过去。所幸我哥及时赶回来，给我打了抑制剂。等我醒来，我哥若有所思地盯着我：“你发情期开始的时候，沈介也在，他压着我写卷子呢。怎么了？”宋玉，我哥的神色满含深意：“你喜欢沈介吗？”我正在喝水，被这句呛得直咳嗽。我操，咳咳嗨嗨，哥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那家伙？不喜欢他的话，你以后最好和他保持距离，尤其不要有肢体接触。你第一次发情期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场，你的身体自然也就记下了他的气味，所以他既可以是安抚你的解药，也可以成为让你失去理智的禁果。如果不想出现什么失控的局面，你这段时间最好避免和他出现近距离接触。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下一秒就听见我哥打趣的语气：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反正你们俩都是成年人了，真发生什么也可以理解，别玩太过了就行。”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我哥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以后只要在发情期接触到沈介，就有可能变成那天不受控制的样子，太惊悚了。我下定决心要和沈介断绝往来。我和老师请了假，剩下的时间在家里复习。高考那3天，我准时踩点到，一考完就走。别说沈介了，同班同学都没见到一个。考完那天，班长私信问我去不去毕业聚餐，沈介去吗？班长应该不去，他不是一向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吗？班长，你最近在躲着他？哪有，我和他关系不好又不是1天2天了。班长，是吗？以前没看出来你俩关系不好啊。是个屁，有眼睛的都能看出来我和沈介不对付吧。不过以沈介的性子，确实不会去毕业聚餐凑热闹。既然他不去，那我就参加一下吧。我心情愉悦地把自己名字填了上去。我哥来的有点晚，在校门口等他的功夫，余光瞥到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朝我走过来。我把帽子压了压，赶在绿灯转红之前快速穿过了人行道。我走到对面，沈介也刚好走到我刚才站着的位置，车流隔绝了我和他，距离越拉越远。沈介望着我的方向，目光沉沉。毕业聚餐那天，一走进包间，我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沈介。我黑着脸质问：“班长，你不是说他不来吗？”啊，不好意思，沈介是临时说要过来的，我这边太忙了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吸了口气，强撑镇定坐到了离沈介最远的位置。只要不出意外，聚餐一结束我就走。我和沈介应该不会有什么接触，前期都还算顺利，大家吃饭聊天，谈论想报考的大学、暑假要干的事情。班长凑过来搭在我肩
肩上。宋玉，你想去哪里读大学啊？我记得你之前说要去。C 大角落里的沈介目光转过来，落到我身上，盯得我头皮一阵发麻。C 大其实是沈介想去的学校，我当时为了恶心他，故意说我也要去。C 大我不去。C 大当时随口说的。沈介的目光移开了，他大半张脸藏在阴影里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我暗自松了口气。后半段，他们提议来玩游戏，很俗套的真心话大冒险，不过也有意外之喜。前面几轮里，班上一对互相暗恋的男女借着游戏挑明心意，在其他人的起哄下表白在一起了。稍不注意，转盘转到我了。我去抽了一张牌，上面写着和你距离最远的人十指相扣，保持5分钟。看到这行小字，我顿时笑不出来了。和我距离最远的人是沈介，我望向他的时候，沈介也刚好看过来，和我目光相撞。他的眼睛像一汪深潭，直勾勾盯着我，好像要把人吸进去。我挪开视线，尬笑了一声，然后在一堆人的注视下伸手去拿酒瓶。十指相扣什么的也太恶心了，我还是喝3杯好了。其实我挺讨厌酒的，这玩意对我来说又苦又辣，难喝死了。但是如果要和沈介做那种事情，我闭了闭眼，把杯子里的酒液一口气全部灌了下去。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他十指相扣，那还不如逼自己喝酒呢。喝得太猛被呛到，我掐着脖子难受的咳嗽了好一会，眼角都被逼出了生理性眼泪。班长有些担心，宋玉，喝不了就别喝了吧。我摆摆手说了声没事，又去到第2杯，刚拿起酒杯，手腕猝不及防被人攥住，那杯酒也被对方抢了过去。我茫然抬起头，看着沈介喝完了所有的酒，然后一声不吭的倒下一杯，最后他把空酒杯搁到桌子上，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。从始至终，沈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我有些晕，手指搭在他刚才攥过的那块皮肤上，那里好像还停留着某人的温度，握上去的手指格外冰凉。他为什么要帮我？他不是很讨厌我吗？为什么要抓我的手腕？身体好热，头晕晕的，这种感觉很熟悉。那次沈介来给我补课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哥说这种情况叫发情期，沈介就是那颗让我失去理智的禁锢。想到这里，我浑身一激灵，脑子瞬间清醒了不少。要是在这里被他们看到那种样子，真的是完蛋了。我凭着最后残存的意志冲出包间，跌跌撞撞跑进了卫生间。好热，好难受，感觉要死掉了。我双手撑在盥洗池上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圈一点点泛红，眼角渗出泪光，头上那对毛茸茸的耳朵一抖一抖的。我鬼使神差的把手放上去，轻轻扯了扯，捏起来有点痛，但是莫名又很爽。不知道摸到了什么敏感部位，耳朵仿佛触电一般，这道细小的电流迅速传递到全身，酥麻的感觉涌上来。我用手背死死捂住嘴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好狼狈。刚才那短暂的快感过后，紧接着而来的是一阵迷茫的、失落的空虚感。除了这对毛茸茸的耳朵，我的目光逐渐向下移动，落到那条灵活自如的尾巴上。尾巴摸起来是什么样的？这样想着，手指已经摸了上去，温热的、柔软而有韧性的，摸起来痒痒的。再用点力的话，会疼吗？宋玉，门板后面忽然传来沈介的声音，如烈日里泼下来的一杯冰水，一下子把我浇个透醒。你很讨厌我吧？所以一点都不想看见我，碰我一下都觉得恶心，是不是？从补课那天你的态度就不对劲，我给你擦完脸上的血，你就开始躲着我。高考前几天一直请假，高考完一看见我就跑。沈介停了一下，嗓音有些哑。宋玉，有时候我恨你呆得跟木头一样，但是又时常庆幸你看不出来，万一把你吓跑了怎么办？我不敢奢求你也这样看待我，所以一直小心掩藏。事实证明我想的没有错，那天你其实发现了吧？发现了我对你的心思，所以才对我避之不及。我尽力站稳，不敢抬头看镜子里的样子，身体微微颤抖，热得快要不能呼吸了。门外这个人到底在叽里咕噜说什么？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尽力维持住语气的平静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其实不讨厌你。那你现在愿意见我吗？撑在洗手台上的双臂骤然失力，没了这股支撑，我一下子没站住，摔倒在地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重重的咚声。宋玉，下一秒，卫生间的门被沈介踹开，我被拉进一个微冷的怀抱里，一股极浅淡的冷香包围了我。沈介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语气带着极为明显的疑惑：你为什么要弄成这么奇怪的打扮？沈介微妙的停顿了一下，宋玉，我居然不知道你还有这样的癖好。我咬咬牙，气得一拳揍过去，你要是过来看我笑话的就滚出去。沈介轻而易举地抓住我的手腕，盯着我仔细看了一会，目光幽深，只看得我后背一阵冷汗。看我干什么？下一秒，一阵酥麻的触感从耳间传来，浑身如过电似的一个激灵，我崩溃大吼：沈介，谁让你动手动脚了？反应好大。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耳朵和身后细长的尾巴，意味不明地轻笑了下。原来宋叶说的特殊情况是这个样子，我顿觉不妙。我哥和你说什么了？说你最近很敏感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沈介伸过一只手臂揽住我的腰部，另一只手托在我的屁股上，轻轻松松把我整个人打横抱起来。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抱，一瞬间的重心不稳迫使我伸手圈紧了他的脖子，近距离的接触导致耳朵上的毛全都炸起。喂，沈介，你干什么？谁要你照顾啊？放我下来，别闹，带你去酒店。你个混蛋，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路。真的。沈介抱着我的力道突然一松，我整个人往下沉了沉，吓得我赶紧抱紧了他，两条腿交叠缠在他腰上，一声闷笑从他胸膛里发出来，逗你玩的，别怕。我恨恨在沈介腰上掐了一把，暗怪自己没出息，默不作声的松开了腿。沈介抱着我又走了一段路，突然出声，声音哑得不像话：宋玉，别缠那么紧。我脸色发烫，不自觉拔高音量，我早就松开了好不好？谁缠着你了？明明是你自己非要抱着我还倒打一耙。沈介停下来，瞧着我的目光分外幽怨，我顺着他的目光低下头，然后就看见一条黑色的细长的腰带，不，尾巴绕着沈介的腰缠了2圈，尾巴间还在他小腹有一下没一下的轻轻磨蹭。我脸色黑了下来，操，这玩意不受我控制啊！那天下午场面很混乱，据沈介说，我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软在他怀里几乎化成了一滩水。他怕出什么意外，摁着我给我打了一针抑制剂，然后给我送回家了。什么也没做。等我清醒的躺在自己房间里，回味整件事情的经过时，还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当时沈介在卫生间外和我说的那些话，是表白吧？虽然没有明确
直白地说出我喜欢你这种话，但是已经那么明显了，总不能是其他意思吧？而且我也说了自己其实不是真的讨厌他，那家伙应该能听出来我的暗示吧？最后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沈介和我表白，我答应了，然后他把处于发情期的我抱去酒店打了一针抑制剂，又送回了家。不对吧哥们儿？我又回忆了一遍那天下午，当时尾巴不自觉缠住他的腰拱火，他裤裆明明硬的能戳死我好吧？都这样了还能忍住？沈介不会根本不喜欢我吧？我悲愤的捂住脸，看来八成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沈介自己都明确告诉我了，是受我哥的嘱托才来照顾我的。至于他说的那一通莫名其妙的话，估计只是为了骗我出去见他的手段而已。毕竟这人从认识我开始就和我各种不对付，小学那会捏我脸踢我屁股，初中抢我水杯藏我情书，高中就更过分了，和我哥举报我逃课打架，自作主张摁着我补课。我和沈介斗了快10年了，他怎么可能喜欢上我啊？谁知道这人又憋着什么坏心思整我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决定按兵不动，看沈介下一步的计划。谁知道这才没过几天，竟然真的给我逮到了。沈介和一个女生一起出现在商场，两个人同排并行，他手上还拎着好几个购物袋，一看就是给那个女生买的。隔得远看不清脸，但那女生个子高挑，几乎和沈介肩并肩，日常风的长衫短裙，挽着一个蝴蝶结发髻。和沈介认识这么些年，我还不了解这个人，他前19年人生里别说给人拎包，异性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。我吸了一口气，安慰自己万一只是亲戚呢，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人下了定论。结果下一秒我就看见那女生把一串糖葫芦递到沈介嘴边，笑着和他说了什么。沈介低头咬走一颗糖葫芦，去他的吧，谁家异性亲戚这么亲密还一起分一串糖葫芦？我气得直咬牙，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找沈介对峙，给我说清楚那女生到底是谁。但是怎么都挪不动脚，她和我算什么关系？有义务告诉我这种事情吗？铃声突然响起，我闭了闭眼，按下心头的那股烦躁，接通电话，江北路21号，快来。什么地方？当然是夜店啊！我骂了一句，不去，别他妈找我。对面啧了一声，难怪你单身到现在呢，像你这么死板又无聊的，再等800年也找不着对象。这种激将法放在平时我肯定不屑一顾，但是偏偏刚撞上了沈介和别人一起逛街，我一想到那一幕就心里堵得慌。看见我真的出现在夜店，陈潇眼睛都亮了。哎呦，宋玉你开窍了！我嫌弃的推开他，一身酒气，别靠近我。陈潇笑呵呵的又凑过来揽着我，手机差点对我脸上。难得一见嘛，来让我拍2张留个纪念。咱宋小少爷居然也会来夜店这种地方，滚远点！我喝不来调制酒，点了一杯冰水，然后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这里很吵闹，尖叫欢笑声混杂着烟味，酒气扑面而来，各种炫彩灯光交错变换，闪得人眼睛疼。我漫无目的找着位置，由于走得太急，不小心撞上人，手里的冰水也洒了大半。我愣了一下，赶紧掏出几张纸递给对方，抱歉，你擦擦吧。被撞到的人是个一侧扎着长辫子的青年，他看了眼自己被水阴湿的黑色衬衫，接过纸巾随意擦了几下，没事。他弯唇一笑，看了我2眼，不习惯这里的氛围吗？第一次来。和他交谈中，音乐声陡然放大，整个世界仿佛都震了起来。我下意识捂住耳朵往门口走了2步，青年走到我身边，用手势和我比划了几下，指指门口，做了个 OK 的样子。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喊我出去，不过领会到他的意思后，我就跟着走了。毕竟待在这里实在难受。这家店的露天花园没什么人去，那里很安静，风景也不错，你可能会喜欢待在那里。花园并不对外开放，他和管理人员沟通了几句才让我们进去。你和老板认识？这家店有我1成股份了。我欣赏了一圈花园里的造景，赞叹，搞得真漂亮。那片花丛的形状如果修剪掉多余的角，很像一颗星星。那片花丛是自己长成这样的，如果人为去修剪，虽然能变成完美的星星，但是反而没意思了。我会心一笑，你说的对，要来杯果酒吗？口感挺柔和的，青提香气很好闻，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这个味道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来一杯，谢谢。青提气泡酒更偏向于果汁的口感，微微的甜味，口感不刺激，不知不觉就喝完了1瓶。和他聊了好久，才感到一股倦意后知后觉袭来。夜里的冷风一吹，冻得我打了个哆嗦。这里风有点大，要不要下去？我迷迷糊糊点了下头，站起来往外面走，脚下却不知踩到什么东西，猛地向前绊了一跤，小心！男人及时扶住我。由于撞到侧腰，轻嘶了一声，有些无奈道：“你酒量这么浅啊，早知道让你少喝点了。”我揉了揉眉心，从震动的裤兜里抽出手机瞥了一眼，挂掉了电话。朋友打来的吗？不是，不用管。我站直了身体，和他拉开距离。男人收回手，跟在我后面慢慢走着，开玩笑般接了一句，特意设置了专属铃声：“是你对象？”我没对象。这样走到酒吧门口，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腕，欺身压过来，低头看着我，语调含笑：“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我没吭声。从他一开始邀请我去露天花园就看出来了，这人看上我了，一晚上都在试图钓我。这人长得挺好看，品味高，和我也聊得来。如果是当朋友的话，我不反感。我慢慢抽出手，抱歉，我暂时不想谈恋爱。他轻笑了一声，趁我抽出手前低头，在手背上轻轻落下一吻。没事，我感觉得出来你不抗拒我，我挺喜欢你的。如果你现在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一步步来，我有很多时间陪你。他没时间陪你玩。冰冷的熟悉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隐含怒意。沈介大步走到我身边，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拉到身后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一直在找你。男人的目光在我和沈介身上来回转了2圈，摆摆手，意味深长。宋玉，今晚玩得很开心，下次见。他说完就走了，留下我和沈介2个人对峙。放开我，放开你，你想去哪？他冷笑了一声，抓着我的力度隐隐加重。为什么来这种地方，还和那个男的2个人待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，根本不是好人。我要是没拦住你，是不是打算就这么和他走了？一句又一句的质问，听得人一股火。我抬手，毫不留情地扇了沈介一巴掌，清脆的声音响起，掌心隐隐作痛。我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，我咬紧牙，手指不自觉蜷起，冷声反问他：沈介，你有什么立场来质问我？我去哪里，和谁在一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我刚才要和他走又怎么了？那是我心甘情愿。我猛地瞪大眼睛，嘴唇上柔
柔软温热的触感几乎让大脑宕机。下一秒，沈介和我分开，侧过脸把我强硬的抱进怀里。我不允许，他说。反应过来后，我一下子气笑了，揪住沈介的衣领一拳挥过去。去你大爷的！谁他妈让你亲我了？不允许我和别的男人来往，自己跑去和女生逛街约会，把我当成什么啊？沈介一愣，结结实实挨了我这一拳。你看见了？我先是意外他居然没躲，接着被这句话气得更想揍人了。沈介察觉到我的意图，一把把我拽进怀里。别打了，我错了。下午和我一起的那个女生，他是我表哥。你当我眼瞎啊，还是脑子不好使啊？是真的。沈介摸出手机给我翻照片，你自己对比看下就知道了。我盯着屏幕里的2张照片，左边那个阳光帅气，右边那个温婉甜美，却有着2张一模一样的脸。我诡异的沉默了很久。你表哥这是什么特殊癖好？是她男朋友喜欢，他们情侣之间的一点情趣而已。我干巴巴的憋出一句，就算这样，谁让你俩吃同一根糖葫芦？这谁看了不误会？沈介无奈极了，是他说那糖葫芦特别难吃，不能只有他一个人受罪，逼我也吃一颗。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陈潇发了朋友圈，我一看到就找过来了。果然是陈潇这小子，都解释清楚了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我没吭声，鬼使神差的想起上次他给发情期的我打了抑制剂送回家那件事，我咽了下口水，眼神飘忽着。沈介，你是不是不行了？沈介的眼神突然变得锋利，眯起眼盯着我看。我什么时候给了你这种错觉？这不是上回毕业聚餐那次，你酒店都订了，结果什么也没干，给我好好送回家了。一声轻笑从耳畔飘过，温热的吐息印在脸侧，撩拨的人心痒。那就现在跟我去订房。我缩了缩脖子，订房干什么？干你！我哥只告诉我，每个月固定会有一段时间发情期，在这期间和沈介近距离接触会不受控制的长出耳朵和尾巴，但他没告诉我被做狠了也会啊。沈介进来的一瞬间，我呜咽着抓紧了他的头发，细长的黑尾巴缠上他的腰，头上的2只耳朵抖个不停，眼泪被逼出来。我咬牙抹了把脸，不服输的凑到沈介耳边呵气，腰好细啊。沈介哼笑，咬住其中一只耳朵，舌尖轻轻舔过，酥麻的快感袭遍全身，我忍不住泄出一丝呻吟，伴随着被凝视的强烈羞耻感，不自觉地绷紧了身体。沈介轻声喟叹，在我唇上亲了亲，意有所指。好紧啊！我被他折腾的倒吸了几口凉气，指甲用力划过他的腰背，眼泪又忍不住从眼角滑落。混蛋！那天之后，沈介这家伙变得粘人了，只要一有空就跑我家来待着。我问他前段时间为什么疏远我，沈介说他知道那段时间是我的发情期，不和我待一块是怕我难受失去理智。他一字一句说的认真。宋玉，我希望你的每个选择都是发自内心，我不想趁人之危，我故意犯贱。那你怎么我和你在一起就是发自内心愿意的？明明是你强迫我，我强迫的。那昨晚在床上叫那么爽的人是谁？我瞪着他，没想到这人有一天居然能讲出这么不要脸的话。沈介，你特么被人上身了吧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脸都红成番茄了。沈介揶揄道，松开我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鸡汤应该差不多了，吃饭吧。爸妈常年在外，我哥也不住家，家里就我一个人。沈介看不惯我老点外卖应付，每天晚上跑来我家给我做饭，他厨艺不错。这么卑微了1个月，我上回称体重居然长了7斤。一听到他又煲了鸡汤，我下意识拒绝，我不喝汤。为什么不喝？自从你来我家给我做饭，我体重长了7斤。沈介闻言挑挑眉，这不挺好的？之前抱你老觉得硌，现在身上有肉抱着舒服点了。他捏了捏我的脸，一脸回味。你小学那会脸蛋圆圆的，揉起来特别好玩，现在都没什么肉。小学天天欺负我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我看他那遗憾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用力在他腰上掐了一把。你个黑心黑肺的，小学那会就看上我了是吧？所以初中偷藏别人给我的情书，故意抢我的水杯喝水，高中借着补课的理由光明正大和我独处。沈介笑盈盈的亲了我一口，才反应过来，死闷骚男，滚远点！我捂着发烫的脸跑回客厅，下一秒手机响起，叮的一声，沈介给我发了张照片，照片里的正是我本人，闭着眼侧身躺在床上，头顶一对蓬松毛绒的耳朵，屁股后的尾巴半弯了个圈垂在床上，看起来睡得很熟，连被人偷拍了都不知道。我一下子炸起来，沈介，谁让你偷拍我了？过来好好把饭吃了我就删掉了，你要不要脸？我和沈介一起报了，C大，但是不同专业。开学那天，2个人一起去办新生入学手续。宋玉，好久不见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人居然和我们一个大学，还是沈介他们班的班主。他戴着一副半框眼镜，头发半扎半披下来，抬起头笑着看我。中午有空吗？可以一起去吃饭，我带你熟悉熟悉学校。不好意思啊，学长。沈介扣了扣桌子，神色冷淡。他已经有对象了，你俩在一起了？他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情，满不在乎的耸了耸肩。那好吧，不过我可以等你和他分手了。宋玉，别想了，不可能。沈介咬牙挤出这6个字，冷着脸办完流程就拉上我走了，一秒都不想和他多待。我安慰他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不是好好的和你在一起吗？沈介啧了一声，那家伙当然没有一点胜算，我只是看见他就不爽。第一天认识就亲男人的手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又来了，一提起这事我就汗毛直竖。其一是被恶心到了，其二是沈介有一回和我翻旧账想起这件事，那天晚上发了狠的折腾我，导致我第2天走路都颤巍巍的。我马上和沈介表态，我以后在学校里见到他绝对绕着走，非必要不交流。沈介弯唇一笑，和我十指相扣，我相信你，你有自己的分寸。我和他的寝室在2栋楼，好在隔得不远，他帮我把东西一起拎上去，铺好床，简单收拾了一下才离开。跟我一个寝室的男生好奇的打听，宋玉，刚才那男的挺帅啊，是你哥吗？不是我对象。他愣了愣，你和你对象是早就认识的吗？居然一起考上了 C 大，太厉害了，从小认识的。我回想起高考前被沈介抓着复习的那段痛苦日子，哈哈一笑，多亏了他抓着我考上来的，要不然就是异地恋了。哎，
真羡慕你们啊！开学没2天，舍友告诉我沈界被人挂校园强求联系方式了。你男朋友太帅了，一堆人想加呢。我挑眉哦了一声，开玩笑道：怎么没人想加我啊？我难道不帅吗？我听人说，好像是因为大3的楚月学长和你关系不错，而且他挺喜欢你的，所以有些想加你联系方式的都被劝退了。我懵了一会，终于想起来，楚月就是那个在酒吧门口拉着我手亲的家伙。谁和他关系好啊？我根本和他不说好吧？我无语极了，找人去要了楚月的联系方式。宋玉，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谁让你散布谣言的？我冷声质问。我和你很熟吗？联系方式都没加过，在这里自导自演些什么？沈界一来就收走了我的手机和游戏机，但他绝对料不到我还在卫生间里藏了备用机，只要把卫生间的门反锁，待在里面打2把游戏，等我再出来，沈界早就被气走了。我不吃他这一套，冷哼一声，少装，你就是故意想挑拨我和沈界的关系吧？楚月无奈，对，我是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你和他如果没有隔阂，又怎么会被我挑拨成功呢？而且沈界和你的关系还没有公开过吧？是他不愿意公开吗？你错了，是我不想公开。我盯着手机上沈界发来的消息，他一知道这件事就去发声明了，明确表示自己已有对象，恋情稳定，请不要打扰我们。楚月那边安静了很久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和沈界照常打电话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他那边有一道声音插进来：界哥天天和谁煲粥呢？是不是刚公开的那个对象啊？嫂子听得见不？沈界轻轻咳了2声，别闹，界哥这对象藏得怪好的，同一个学校的我居然到现在还没见着。咱嫂子长啥样啊？你见过的？我设成了手机屏保。问话的人很明显声音停滞了一下，接着下一秒爆发出我操，界哥你是男同啊？我听着听着抓到一个重点，眯起眼睛，沈界，你把我什么照片设成屏保了？给我看一眼。这混蛋上次偷拍我睡觉的照片也不知道删没删，我火速冲到他寝室楼下把他喊出来了，要不是正经照片你就完蛋了，给我去死吧！沈界无奈，你想到哪去了？那些照片我哪里舍得给别人看？他摁亮手机给我看，屏幕里的人一身白色西装，坐在礼堂前方从容发言。这是我高考完被母校喊去给学弟学妹演讲的时候，我皱了下眉，把手机丢回去。你这人又偷拍我照片！沈界弯眸一笑，俯身在我唇边啄了一口，我错了，罚我亲10下好不好？滚蛋！这里是公共场所，那就跟我出去，今晚请假。